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南瓜这种常见又营养丰富的食材。现在正值秋季，南瓜大量上市，秋天的餐桌上常常能见到南瓜的身影。民间还有顺口溜，说秋天到，南瓜俏，因为秋天吃南瓜有助于防秋燥、补中益气。南瓜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金瓜，不仅因为它有亮丽的金黄色泽，更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在蔬菜中十分突出。南瓜富含贝塔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， 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多种矿物质元素，它能帮助我们保护眼睛，增强免疫力。南瓜中的果胶占南瓜果肉干重的约 7% 到 17%， 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粘结并清除体内的细菌、毒素和铅汞等重金属，起到解毒的作用，还能粘结胆固醇来预防动脉硬化。部分研究发现，南瓜对糖尿病有益，因为南瓜中含有微量元素钴和铬，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和作用，同时提高胰岛素受体的敏感性，并加快葡萄糖代谢。所以常吃南瓜对稳定血糖也有一定帮助。从中医角度看，南瓜性温味甘，入脾胃经，有补中益气、消炎止痛、化痰排脓、解毒和养肝的作用。民间还认为吃南瓜能舒缓忧郁、安神助眠。现代研究也指出，南瓜富含的色氨酸有助于提升体内血清素水平，对改善情绪和睡眠质量有益。再加上南瓜中的钾元素有利于调节血压，可以说南瓜是食疗养生、防病保健的一把好手。南瓜的吃法也很多，蒸、煮、炒、炖，样样行，还能熬粥、煮汤、做饼、做糕点，是老少皆宜的食材。许多人把南瓜视为长寿养生的宝贝，经常在餐桌上安排各种南瓜料理。然而，再好的食物如果吃法不对，也可能变成对健康不利。最近医生就提醒大家，南瓜虽好，有5种常见食物，千万不要和南瓜一起吃。如果搭配不当，不但南瓜的养生效果大打折扣，甚至可能让你没病找病，给身体惹来麻烦。特别是第一种组合，很多人日常饮食中都爱这样搭配，却没有意识到隐患。也许你自己也中招过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是哪5种食物，为什么它们不能和南瓜一起吃，以及南瓜真正的黄金搭档又是什么。第一种，南瓜和红薯一起吃。不少人喜欢把南瓜和红薯放在一起煮，觉得2种食物都是甜甜糯糯的，味道相配又都富含营养，应该是1+1大于2的组合。但事实恰恰相反，南瓜加红薯可能变成1+1小于2，甚至带来健康隐患。原因有几点。首先，南瓜和红薯都含有相当高的糖分和淀粉，同时吃下2样，碳水化合物摄入量猛增，我们的消化系统负担会加重，特别是对于本身消化能力比较弱的人，更容易出现胃胀、消化不良的感觉。如果一次吃太多南瓜、红薯一起煮的食物，还可能引起肠胃胀气，甚至腹泻，让你肚子不舒服，不停冒气。我身边就有邻居喜欢熬南瓜红薯粥，有回他喝了1大碗，结果当晚胃胀得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可见这2样一起吃确实不容易消化。再者，南瓜和红薯都富含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， 听起来维生素丰富是好事，但问题在于2种同类型维生素摄入过量，反而可能造成身体代谢失衡。比如维生素 A 吃太多会加重肝脏负担，维生素 C 摄入过量可能刺激胃酸分泌过多。南瓜和红薯一起烹调时还容易产生较多有机酸，混在一起使胃里的酸度上升。如果你本身有胃酸过多、胃溃疡等问题，这样的组合无疑是雪上加霜，可能诱发胃痛或胃部不适。所以南瓜配红薯看似营养加倍，实则潜藏着让肠胃不堪重负的风险。另外不得不提，红薯和南瓜都是升糖指数不低的食材，蒸熟的老南瓜 GI 值在70左右，红薯根据品种 GI 约在50到70之间。同时大量食用等于一次摄入大笔糖分，血糖会在短时间内飙升，对血糖控制非常不利。糖尿病人如果以为南瓜能降血糖，就无节制的和红薯一块吃，反而可能导致血糖失控，这就是典型的没病找病。所以第一种南瓜加红薯的组合还是尽量避免为妙。如果特别喜欢南瓜和红薯的味道，建议分开适量食用，
或者在南瓜红薯料理中加入燕麦、薏仁这类谷物一起煮，平衡一下纤维和淀粉比例，减轻对肠胃和血糖的冲击。第二种，南瓜和牛奶一起吃。很多人喜欢用牛奶烹调南瓜，比如煮南瓜牛奶汤、打南瓜牛奶稀，觉得这样味道香浓，营养也更加丰富。然而，这种看似完美的搭配其实暗藏隐忧。南瓜和牛奶同时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营养流失，这是因为南瓜中的某些成分会影响牛奶中营养的吸收。举个例子，牛奶富含优质蛋白质和钙质，但南瓜里的膳食纤维和植酸可能与钙离子结合，形成不易吸收的复合物，降低了钙的吸收率。同时，南瓜本身偏甜，牛奶含乳糖，两者混合在一起，对一些乳糖不耐受的人而言更加难以消化，可能会出现腹胀、排气增多甚至腹泻的症状。另外，南瓜泥遇上牛奶，还可能导致牛奶中的蛋白质在胃里过早凝结成块。南瓜含有一定的糖分和果酸，煮熟后如果和牛奶混合，会让胃内溶物偏酸，酸性的环境会使牛奶中的酪蛋白迅速凝固沉淀，尤其在南瓜牛奶饮品中，如果再加入额外的糖调味，会让胃排空速度变慢，牛奶滞留时间延长，反而加剧不适。有的人喝了一碗香甜的南瓜牛奶羹后，觉得胃里沉甸甸的，甚至泛酸水，这就是两者搭配后消化变慢导致的。营养学上讲究食物搭配要互补，而非互相妨碍，但南瓜和牛奶的搭配却可能互相牵绊，导致两败俱伤。牛奶的蛋白质没有被很好吸收，南瓜的部分营养也浪费掉了。如果长期用牛奶煮南瓜来取代正餐，还可能出现营养不均衡或消化能力下降的问题。所以，喜欢南瓜牛奶甜品的朋友务必要适可而止，尤其是婴幼儿和肠胃功能弱的人，更不要经常用南瓜配牛奶喂食，否则很容易拉肚子。曾有年轻妈妈把煮烂的南瓜泥拌奶粉给孩子吃，结果宝宝一直吐奶、腹泻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如果想增加奶香，又想避免肠胃负担过重，可以将牛奶少量多次的添加到南瓜料理中，或者干脆改用更易消化的酸奶与南瓜搭配，会比较温和。不过总的来说，南瓜和牛奶不宜大量一同食用，以免给肠胃制造麻烦。第三种，南瓜和海鲜一起吃，将南瓜与海鲜放在同一桌一起吃，听起来像是美味的大餐，但对某些人来说却可能是场肠胃的灾难。尤其是螃蟹、虾、蛤、梨等海鲜，最好不要和南瓜同时大量食用。民间甚至夸张地说，南瓜碰上螃蟹毒过砒霜，意思是南瓜和蟹同时，后果严重。虽然这种说法有些吓人，正常吃并不至于真的中毒，但南瓜配海鲜确实潜藏着健康风险。海鲜本身富含高蛋白和一定的胆固醇，属于不太容易消化的食物，而南瓜的膳食纤维丰富，两者同时吃会让消化系统手忙脚乱，一边是难分解的海鲜蛋白，一边是大量纤维和碳水，胃肠不得不分泌更多胃酸和消化酶来应对，结果可能造成消化不良。很多人饭后出现胃胀、打嗝，甚至腹痛、腹泻，就是因为海鲜和南瓜这类组合吃得太多，让胃肠不胜负荷。特别是螃蟹、塔梨、螺肉等属于性寒的海产品，而南瓜性味偏温偏干，两种属性差异大的食物同时吃，对肠胃的刺激也比较大。有人体质敏感，吃了南瓜配海鲜后会出现肠鸣、腹泻的情况，这其实类似一种过敏或不耐受反应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如果海鲜的卫生品质不够好，单独吃也许问题不大，但配上南瓜后，南瓜中的纤维会促进肠道蠕动，更快地把海鲜里可能含有的细菌毒素带入肠道深处，反而容易引发严重的肠胃炎症状。曾有新闻报道，有人吃了南瓜配海鲜后出现呕吐、腹泻，被怀疑是海鲜不洁和南瓜加速肠蠕动双重作用导致的急性肠胃炎。所以医生建议吃海鲜大餐时尽量别让南瓜凑热闹，尤其不要把南瓜当作海鲜的配菜大量摄入。如果实在想吃，也要确保海鲜绝对新鲜且煮熟透，南瓜只吃一点点当点缀，同时搭配生姜和醋汁来中和寒性，杀菌助消化，
其实有些菜谱也会将少量南瓜和蟹肉同烹，比如蟹黄南瓜羹，但那都是经过平衡搭配的，并非大分量同时。总之，南瓜配海鲜不当可能让你每餐之后变成跑厕所，还是小心为妙。第四种，南瓜和羊肉一起吃。秋冬时节，很多人喜欢炖个南瓜羊肉汤，觉得既滋补又暖身。然而从中医食疗和营养学角度看，南瓜加羊肉的组合并不适合所有人。羊肉属于高蛋白、高脂肪的肉类，性质大热燥烈；南瓜则糖分高、纤维多，性质偏温甘。两样加在一起，一方面热量和营养密度都很高，不易消化；另一方面，在中医看来，属于热上加热，火上浇油。如果本身脾胃虚弱或容易上火的人，同时吃羊肉和南瓜，可能出现腹胀、便秘、口干上火等症状。这是因为羊肉油腻难消化，南瓜纤维又会减慢肠胃对食物的处理速度。食物长时间滞留在肠道中，就容易产生积滞、胀气，甚至大便干结。现代医学也支持这一点。有报道称，有人吃了羊肉炖南瓜后，觉得胃肠胀闷，那是因为高蛋白加高纤维的组合延长了消化时间，引起暂时性的消化不良。另外，若正值身体有感染或发炎，比如感冒发烧期间，更不宜吃南瓜配羊肉这类滋补的组合。羊肉属燥热食材，发热时吃了容易加重体内炎症反应，而南瓜含有较多糖分，发炎期间摄入过多糖分也不利于免疫系统对抗感染。在中医看来，发热时吃羊肉南瓜简直就是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，可能导致病情加重或恢复延迟。所以如果不是特别体虚需要进补，一般情况下南瓜和羊肉不建议同时大量食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些地方的菜肴确实会把南瓜和羊肉一起炖煮，比如新疆的手抓饭中有时会放南瓜块配羊肉同煮，苏杭一带也有南瓜炖羊肉这样的汤品。但这类菜肴通常加入了大量的香辛调料和辅料来平衡，如孜然、胡椒、生姜、当归等，既能去除羊肉的膻味，又有助于驱寒和帮助消化。如果只是单纯的把南瓜和羊肉一同烹调而不加其他配料，吃了以后肠胃明显更容易不舒服。对于一般人而言，日常饮食还是清淡为宜，没必要动不动就来一锅南瓜炖羊肉这样的大补汤。中医讲究因人因时而异，如果你属于手脚冰凉、虚寒体质的人，偶尔吃点南瓜炖羊肉或许能补益身体，但大部分现代人饮食营养已经很充足，还是少吃这种偏燥热的组合为妙，以免补过头适得其反。想要既补充蛋白又摄取纤维，可以选择把南瓜含少量瘦肉、鸡肉等白肉一起煮，比配羊肉要清淡，而且容易消化得多。爱吃羊肉又爱吃南瓜的人，不妨将两者分开，在不同餐次享用，既品尝美味，又避免肠胃的不适。第五种，南瓜和菠菜一起吃绿叶蔬菜，搭配橙黄的南瓜，颜色上看十分赏心悦目，但在营养上却未必相宜。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南瓜配菠菜，一些人喜欢在炒南瓜时加点菠菜，或者做南瓜泥沙拉时拌些绿叶菜，觉得营养更丰富。但实际上，南瓜和菠菜一起吃可能导致某些维生素被破坏，营养价值降低。这主要是因为南瓜含有一种酶，会分解维生素 C， 而菠菜中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。当两者混合烹调时，南瓜中的酶会破坏菠菜中的维生素 C， 让本来丰富的营养白白流失。结果就是，你本想通过南瓜配菠菜摄取多种维生素，却没想到维生素 C 已经在锅里被抵消掉一大半。不仅如此，菠菜中的草酸含量较高，南瓜中的钙、镁等矿物质可能会与草酸发生反应，生成难以吸收的草酸盐沉淀，让南瓜本身的营养价值也大打折扣。同样的道理，像红薯叶、韭菜、青椒等维生素 C 丰富或草酸较多的蔬菜，最好也不要跟南瓜大量混吃，以免营养互相牵制或生成沉淀，导致营养流失，甚至刺激肠胃。其实这种相克的现象有点类似大家熟知的一个例子，就是黄瓜和番茄不宜同时，因为黄瓜里的酶会破坏番茄的维生素 C， 所以南瓜配菠菜并不是危言耸听。
而是确有其科学道理。此外，南瓜和菠菜都含有不少纤维，一起吃可能增加肠胃的负担，引起轻微的腹胀，尤其是老年人和消化功能较弱的人。南瓜炒菠菜对他们而言并不是理想的搭配，吃完反而觉得胃里堵得慌。如果真的想同时摄取南瓜和绿叶菜的营养，可以错开时间吃，比如先吃富含维 C 的凉拌菠菜，隔半小时再吃南瓜炖的菜，给不同营养素的吸收留出一点缓冲。不要以为把两种绿黄蔬菜混在一起就万事大吉，其实它们背后有水火不容的学问，稍不注意反而让营养流失，得不偿失。顺带一提，红枣这类水果干也不宜和南瓜同煮。同理可证，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和果糖，很多人喜欢熬南瓜红枣小米粥进补，结果南瓜把红枣的维 C 破坏殆尽，而且南瓜红枣都偏温偏甜，多吃容易胀气生痰。产妇坐月子本想靠南瓜红枣粥补血，却可能因为这对搭档吃得胃胀不舒服，实在有些得不偿失。以上5种就是南瓜最不宜同时食用的食物搭配。听完这些，不少人可能心里犯嘀咕，原来南瓜还有这么多相克的吃法，自己以前真是傻傻的混着吃过，好在没出什么大问题。其实偶尔一次半次搭配不当，未必立刻出现严重不适，但长期不注意饮食搭配的人，身体难免会受到影响，尤其是那些肠胃本来就敏感，或者有糖尿病、高尿酸等基础疾病的人，更要避开上述雷区。例如，消化不良的人最好不要碰南瓜加红薯、南瓜加海鲜这类组合，糖友则一定要小心南瓜加红薯或南瓜加红枣这种高糖搭配，以免血糖飙升。痛风患者则应避免南瓜配海鲜，以防嘌呤摄入过多，诱发高尿酸。一句话，南瓜再好也要吃得科学，不然反而会把养生好物吃出反效果。概括来说，南瓜的饮食禁忌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。其一，避免与富含淀粉和糖分的食物同食，例如红薯、马铃薯、红枣等，否则糖分摄入过高，肠胃产气过多，容易导致血糖失控和腹胀不适。其二，避免与高蛋白、高脂肪且不易消化的食物同食，比如大量的奶类、海鲜和肥腻的肉类，以免加重肠胃负担，出现消化不良。其三，避免与富含维生素 C 或草酸的蔬菜水果同食，如菠菜、柑橘、辣椒等，避免营养互相牵制或深层沉淀，导致营养流失甚至刺激肠胃。讲完了南瓜的地雷区，我们再来说说南瓜的福星搭档。南瓜的黄金搭档是什么呢？相信很多爱好养生的人已经猜到了。没错，南瓜最好的伙伴其实就是常见的五谷杂粮之一小米。南瓜配小米可以说是绝配，两者搭配在一起所产生的健康功效，甚至被不少营养专家称赞胜过吃补药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南瓜和小米在营养上正好能互相补台，彼此锦上添花，把对方的优点进一步放大。我们来看看南瓜和小米各自的营养特点。南瓜富含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， 是公认的护眼小能手，还提供大量膳食纤维以及一定量的维生素 C、钾、镁等矿物质。小米则是公认的养胃粗粮，富含复合碳水化合物、维生素 B 族以及镁、锌、铁等微量元素。单吃南瓜，维生素 A 充足，但缺乏部分 B 族维生素和蛋白质。光吃小米，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A 又不足，但当南瓜遇上小米，正好取长补短，煮成一碗营养更加全面均衡的黄金粥。特别是在护眼明目方面，两者堪称绝佳拍档。南瓜里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人体内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， 维持视力和皮肤健康，而小米中的锌元素恰好是维生素 A 发挥作用的帮手，能促进维生素 A 的代谢利用。有研究发现，南瓜所含的胡萝卜素如果和富锌的食物一起摄入，维生素 A 的吸收率可提高将近 20%。 对于经常用眼过度的现代人来说，经常喝点南瓜小米粥无疑是一个保护视力的美味秘方。不仅如此，南瓜中的果胶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，小米丰富的复合碳水则能提供持续平稳的能量。两者搭配使得餐后血糖上升更缓和，
特别适合作为需要控糖人群的主食。另外，小米性微凉，而南瓜性温和，从中医角度看是一个阴阳调和的组合。小米养脾胃、安神助眠，南瓜补中益气、润肠通便，两者同煮一锅粥，对脾胃虚弱、睡眠不佳的人都非常友好。很多人晚上喝一碗南瓜小米粥，暖胃又令人身心放松，有助于睡个安稳觉。可以说，南瓜加小米的组合把营养价值和养生功效都提升了一个档次。怎么来享用这对南瓜的黄金搭档呢？最简单的吃法就是熬煮南瓜小米粥，选用金黄成熟的老南瓜，去皮去瓤后切成小块，和淘洗干净的小米一起入锅，加足量清水，文火熬煮大约20到30分钟，煮到南瓜软烂融入，小米开花，汤粥呈现诱人的金黄色即可。这样煮出的南瓜小米粥甜香软糯，几乎不需要额外加糖调味，天然的香甜味，老人和孩子都爱喝。这道粥不但营养翻倍，而且特别容易消化，是肠胃功能不佳的人理想的养生餐点。在干燥的秋冬季节，经常喝南瓜小米粥，还能润肠通便，预防秋燥引起的便秘，对老人和产后体虚者也很适合。如果想增加滋补效果，你还可以在南瓜小米粥里加入1-2样配角一起煮，比如红枣、山药、莲子等。红枣能补气养血，配上南瓜小米更养胃安神。山药富含粘液蛋白，搭配南瓜小米能健脾养肺。莲子则有安神固摄的作用，和南瓜一起煮可改善睡眠。一锅粥就能变化出多种功效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搭配。但无论怎样变化，南瓜加小米这对黄金搭档都是核心，千万别错过了。说到这里，有些朋友可能会问，南瓜小米粥真有这么神奇吗？其实古人早就发现了这个道理。相传清朝时，御膳房经常给皇帝准备小米南瓜粥来健脾养胃、延年益寿。民间也有许多长寿老人的故事，他们几乎每天都离不开南瓜杂粮粥。比如湖北有一位活到105岁的杨奶奶，被邻居称作南瓜奶奶，因为她每日的长寿秘方就是盛起一碗热乎乎的南瓜小米粥。过去人们常说南瓜粗粮是穷人的饭，如今营养学家反而提倡这种吃法。事实上，2022年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指出，每天都应适量摄入全谷杂豆，建议占主食摄入的1/3以上。南瓜与小米搭配正符合这个平衡膳食的理念，不仅营养互补，还有助于预防慢性疾病。现在很多注重健康的人甚至把南瓜小米粥当作早餐首选，还登上了一些西方健康杂志的菜谱推荐呢。最后再提醒大家，南瓜虽好，也不要暴饮暴食、过量食用。任何食物都讲究适量原则，过犹不及。尤其有几类人吃南瓜需要多加注意。第一，糖尿病患者不要以为南瓜能降糖就敞开了吃。南瓜毕竟含有碳水化合物，吃太多一样可能让血糖升高，务必要记录总热量进行控制。第二，肠胃功能不好，容易腹胀腹泻的人，南瓜也不宜一次吃太多，否则其中的高纤维可能刺激肠道，加重胀气或导致腹泻。第三，肾功能不全或正在服用保钾利尿剂的人要注意，南瓜钾含量很高，大量食用可能影响血钾水平，这类人应遵医嘱决定南瓜的摄入量。第四，极少数人对南瓜或南瓜籽过敏，那当然只能忍痛割爱，敬而远之了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在吃南瓜的时候要讲究科学搭配，避开那些相克的组合，善用那些相宜的搭配。只有不再没病乱搭配找病，我们才能真正把南瓜的营养价值发挥出来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避开南瓜饮食的误区，用正确的方式来享受南瓜的美味和营养。记住，该避的就避开，该搭的就搭上。吃对了南瓜，它是宝；吃错了南瓜，可能就变成找病的引子。让我们聪明吃南瓜，让南瓜真正成为我们的健康助力，而不是健康隐患。